我们都來自於深淵，所以無所畏懼。想要爬上去，靠的不是努力，靠的是心法。一個人若是身處於這個社會的底層，那麼到底應該怎麼樣做才能夠爬得出來？招式其實是次要的，真正的核心是什麼？是心法。但是為什麼這麼難？是因為那些已經掌握了心法的人恰恰他不希望你能夠爬上來。上層的人呢，如何思考，如何去做決策，他們從來不會告訴你。有的時候他們告訴你的甚至都是錯誤的，或者說是相反的。我舉個例子大家都在教你孔融讓梨，對吧？可是他們自己呢，卻從來不會謙讓。你要清楚，機會是搶來的，不是等來的。坐在那裡，如果說等待的話，那麼你永遠只能分配到別人剩下的所謂的資源的殘渣。那麼真正的心法一共包括5點，聽懂了，你很有可能就會順藤摸瓜爬上去。第一個，主動出擊，去爭別讓。你看那些能夠拿到大結果的人，尤其是那些能跨越階層的那些人士吧，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氣質，這個氣勢就是匪氣或者說是狼性，身上有一種那種渾然不服輸的那種的勁頭但是難就難在什麼地方呢？當你自己什麼都不是的時候，你很難有這種底氣不是靠自我安慰或者說打雞血這種底氣會有的，沒有實實在在一個勝利在支撐着的你的腰桿，那麼哪來的自信呢？對不對？很難。所以要必須先有這個爭搶的意識。人是怎麼變強的？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爭奪資源的過程中，如果說你贏了，拿到了更多的資源，站在了更高的平台上，那麼積累到更高的更好的這些基礎，一步一步就會走向正向的循環，直到某一天你會突然發現你自己就是好像身上有了一種匪氣，別人看見你都害怕。但是一定要記住，一旦有機會一定要主動出擊去爭取比方說主動申請調崗，對吧？主動的談加薪，主動連接所謂的貴人，但是絕對不是說讓你去討好而是啟動自己的價值交換的一個方面你比方說就是我講個活生生的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例子，多魚和毛毛這位博主大家認識嗎？就是3000多萬粉絲那個博主，他的視頻當中有一個保潔阿姨他火的，但是他從來不是裡面的那個保潔阿姨，而真正視頻火的那個保潔阿姨還在當保潔，出面的只是一個替代品。22年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就這個的時候，那個公司裡的人手不夠然後呢偶然的一次機會，就是視頻當中呢出現了一位保潔阿姨突然就火了，相信大家都應該有印象但是火的現在不是本身火的那個阿姨，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你看他這個視頻火了之後公司裡面就問那個阿姨，你願不願意來配合我們直播帶貨賣點貨反正公司也挺難的，因為這個原因嘛，對吧多拍幾條短視頻。但是這個阿姨拒絕了，她說我不願意，我就是來公司做保潔的別讓我加班，我不想加班，下班我想回家。而現在出鏡的這位阿姨原來是負責她對面的那一棟樓，一聽說有這個機會，她主動就說了我願意去，我代替她。2年現在過去了，大家可以猜一下這2位阿姨的人生已經拉開了多大的一個差距你可能會說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是生活中搶奪資源這個機會是無處不在的，對吧？你敢說你看不見嗎？對不對？不是沒有，是你不敢，你摸着你的心問一下，是吧？或者說你自己感覺我不配所以呢你得不到機會。第二個，放棄追求公平，只看規則。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對吧？只有弱者才會整天喊着我要公平，我要公平。為什麼？因為在搶奪的過程中，他們根本就搶不過，是個垃圾，只能夠寄托於這個規則或者別人的幫助之下。那我問大家狼吃羊，難道吃之前還要問一下這個羊，爭取一下他的建議嗎？和意見嗎？對吧？狼只會考慮先從哪裡下口，其他的都不會過問。公平是弱者的一個安慰劑，強者從來不追求公平，只會研究這個規則內是怎麼個贏法。當你不再抱怨公平或者不公平的時候，而是去思考我該如何利用規則，甚至呢我繞過規則去賺錢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一個變強的開始。
也是你向上攀爬的過程。但是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呢，你会遇到冷落、嘲讽、无情打击、轻视，这都太正常不过了啊！你们看看马云早期推销那个中国黄页的那个视频的时候，说话那么小声，畏手畏脚的，对吧？被一次次的拒绝。你再去看看雷军曾经被那个公开视频给嘲讽的时候，对吧？如果说你感觉你身邊每一個人都對你客客氣氣的一說話就好好好的那種，那是不是說明你一直在向下去兼容，而不是向上攀升呢？是不是你周圍的人都不如你呢，才會供着你，才會哄着你呢，對不對？那麼突破階層的這個路上，沒有一個是不需要脫層皮的第三，只做影響人生的一個核心決策。我們每天的精力是有限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對吧？不要把這些浪費在這些無關緊要的一些小事上。比如說有些人就天天在研究雙11我怎麼樣才能湊個滿減哪家的菜便宜幾毛錢，今天去誰家佔個便宜，蹲個直播搶個福利，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就會佔用你的精力你以為你自己能夠過上非常好的日子，佔了便宜，但是在人生的大事上面呢，你呢就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就算哪兒，對吧？那什麼叫做大事呢？我選什麼專業我去哪個城市，我幹什麼工作，我賺什麼錢，我跟什麼樣的老闆，我和誰結婚，我什麼時候生孩子，我什麼時候顧家，對不對？這才是你人生之中就是能影響你一生的核心的一個決策的一個大事第四，培養鈍感力屏蔽你周圍的噪音，你要有一顆強大的心臟就是專注自己就是目標，專注自己的目標，不要被任何的雜音所干擾，批評嘲諷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對吧？根本就不參與這些沒有意義的爭鬥。你看那個羅永浩之前欠了6個億的時候，他選擇了直播帶貨，有多少人去嘲諷他？他理了嗎？他根本就沒有在乎，對吧？理想主義者現實還是在現實的社會低了頭，對不對？他不理，然後呢，現在埋頭還債，結果呢，現在掙了不止6個億了，重新站起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說要學會屏蔽低質量的信息，少看八卦和娛樂，多去看一看行業的報告、行業的調研、經典的書籍和高手的對話、情商的對話等等。如果說你連我這個10分鐘的視頻都懶得看，沒有耐心能夠看完的情況下反而呢躺在床上歪着脖子能夠刷3小時的短視頻，是不是你就是讓這些垃圾的信息佔用了你2-3個小時的注意力呢？對不對真正能夠做成事的，你必須要做好提前的心理準備就是一定要和這個伴隨困難的這個香苦兒鬥爭別敏感，敏感只是負面情緒。比方說你的領導是不是今天又針對我了，同事是不是又排擠我了，親戚朋友看到我拍抖音是不是會笑話我呀？別理他們，你只專注你自己的目標，優化你自己的圈層即可就是你最身邊最常接觸的5個人，他的平均水平就決定了你自己的認知水平。遠離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靠近那些能給你機會創造價值的人。做事結果導向，別去自我感動，對吧？社會只認結果，他不認努力。第5，對抗本能，利用人性，這個也是最關鍵的。跨越階層的人呢，靠的是目標的驅動，而底層的人呢，往往是被慾望所驅動你需要什麼和你想要什麼，往往這是兩回事。人的本能呢，是貪圖安逸、享樂、隨波逐流、大眾，對吧？而強者呢，必須要學會反向操作，才是真正的高手，甚至能夠利用人性去做事。那我講一個事實的事情之前我們這邊有一個村子裡面呢都很窮，大多數人都是窮的揭不開鍋的那種有一家人呢突然就是挖了一個坑，養了一個魚塘，然後呢賺了點小錢，蓋了一個2層小樓在村裡，對吧？你猜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大家不是學着他去養魚挖塘，而是有人在他的魚塘裡面給他投毒魚上面是飄了一大片，全都死光了。人性的底層在底層這個險惡體現的是淋漓盡致損人不利己，我過不好你也別想過好，他不是想着怎麼賺錢。那麼這個養魚的人錯在哪兒了呢？他就錯在了沒忍住自己的炫耀的一種慾望，對吧？這也是人性的本能，他應該繼續裝窮才對，或者說甚至離開那個村子去沒有認識他的地方，對吧？哪怕一樣的窮他就會被當成一個帶來機會的一個老闆而不是被就是混好了的這樣的鄰居這個頭銜。
对吧？人是很难接受曾经和自己一樣的人突然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啊，嫉妒会使人面目全非的。所以说呢，首先要認清這個人性當中的弱點，那麼第二步呢，就是對抗它更進一步就是理解這個別人的人性，不要試圖去改變他人的人性，而是利用他的人性去做事。比如說拼多多的砍一刀就是利用人性當中的貪念實現爆發的增長。所以说從底層能夠殺出来，就是光靠努力是遠遠不夠的你的心法靠的是正確的心法加你持續的行動。你不是在爬坡，你是在突圍，一定要記住。而突圍的第一步呢，你更是要意識到你本身就來自於深淵，所以說你什麼都不必怕。